阎王要你3更死，苏某收钱留5更。苏莫白，我们已经被赶出3家客栈了。你既然号称神医，哪怕去街头摆摊给人接骨，也不至于让我们穷到连个肉包子都吃不起吧？名门正派的楚大剑修，你当初下山历练时，斩碎了我医馆的大门，欠我3200白银。你要是受不了这苦，随时可以御剑回你的宗门拿钱赎身。没钱，那就闭嘴。你那是讹账，那扇破木门怎么可能值3000两？好死了，老子饿了，我要吃肉，活的！再不给老子肉吃，老子现在就把你们2个嚼了！妖孽，你敢放肆！大花猫，你是不是忘了谁是主子？再敢砸我的车顶，今晚的晚饭就是红烧虎鞭。苏莫白，你这卑鄙小人，有种解开粉血气，老子跟你单挑！我只治病不打架。都精神点吧，前面那座城里有头大肥羊正等着我们去拔毛，1万两黄金的枕薪，足够你们吃肉吃到吐。1万两金，镇北关苦寒之地，谁能出得起这种天价？当然是那位曾经威震北境，如今却成了一个笑话的镇北将军常胜。苏神医，您若是真能治好我家将军，别说1万两黄金，就算是砸锅卖铁，末将也给您凑齐。将军究竟患了何种恶疾，竟连军医都束手无策？是怯战之症。怯战？将军戎马一生，斩敌无数，可就在半个月前，敌军大举压境，将军却突然连握剑的力气都没了。他闭门不出，只要一听到战鼓声便浑身发抖，甚至下令准备割让3座城池，只求敌军退兵，保他一命。荒唐！身为3军统帅，未战先怯，竟要割地求饶，此等行径简直猪狗不如，还治他作甚？我的规矩忘了，我只看钱。关窗，快关窗，别让风吹进来，有箭，他们要放冷箭杀我。就这种废物，老子一巴掌能拍死10个。人类真是恶心的软骨头。妖气冲天！不要去，将军活下去。副将，这副铠甲将军穿了多久？回神医，这副玄铁甲将军穿了整整30年，从他还是个大头兵的时候就穿着，百战不离身。只是半个月前将军发病后，便再也不肯穿它了，说是嫌铁甲太冷。冷？不是铁甲冷，是他身边围着的死人太多，阴气太重了。苏莫白，有妖邪！不要找我，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我还没有带你们回家。万物皆有灵，死物若染了太多极念之血，也会生出妖质。他没有病，只是这副铠甲替他挡了太多次死劫，喝了太多替死之人的血，成妖了。妖？神医是说，是这铠甲妖物在作祟，害得将军变成这副模样。害他？这世上最想让他活命的，就是这副铠甲。带我们回家。30年前，镇北关关外大雪，一支孤军被敌军包围，老兵们为了掩护一个怕死的新兵突围，把这副全军唯一完好的铠甲套在了他身上。他们替他挡刀，替他挡剑，临死前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活着把兄弟们的骨灰带回故乡。为了这个承诺，这副铠甲生出了灵智。这30年，他护着你百战不死，刀砍不透，箭射不穿。你以为是你命硬，是那些死人的执念附在铠甲上，死死替你扛着。可是你老了，你的反应慢了，你的体力跟不上了。半个月前敌军压境，铠甲要感知到了，以你现在的身体，下一次上战场，他就算拼碎了自己，也护不住你了，你必死无疑。所以，为了强行兑现让你活下去的承诺，他放大了你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恐惧，他抽干了你的战意，把你变成一个懦夫。因为只有当一个懦夫，只有不上战场，你才能活。他不是在害你，他是在拼了命的保护你。不要，老哥哥们，我没忘啊，可是我真的怕死，我怕我死了，谁带你们回家呀？阿棉，退下。医馆办事，收钱除病，挡道者接斩。我不杀你，但他这病就得背一辈子，城外的百姓也得跟着这内夫一起陪葬。你的使命结束了。不要烧，苏神医，求求你不要烧！拿我的刀来！末将遵命。铠甲销毁了，你没有刀枪不入的护身符了。以你现在的身手出城迎敌，十死无生。老兵不死，只是凋零。他们替我扛了30年，剩下的路老夫自己走。苏莫白，你为什么要毁了那妖物？人家已碎，凡人赴死，不用点狠手段打碎他的龟壳，这钱我们赚的不踏实啊！妖邪皆当诛，正邪不两立，
可那副在烈火中屋檐的铠甲，到底什么是正，什么是邪？苏墨白，这就是你说的大生意？这破江水混得像泥浆一样，除了鱼虾，老子连个影子都没看到。这等规模的石桥，非百年大功不能成，怎么会突然垮塌？难道真如通缉告告上所言，是江中恶蛟出没，毁桥伤人？恶蛟，这兰江水浅且浊，走蛟之兆须雷雨交加，水漫金山。这几日江南晴空万里，哪来的蛟？那这桥是如何断的？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走，去会会这位财大气粗的新知府。本府悬赏3万两，要的是能下江斩蛟的真神仙。你们3个行吗？若是江湖骗子，本府现在就判你们个欺瞒官府之罪，直接砍了。刘大人，阴阳医馆不接死人生意，但专治活人的疑难杂症。这江里的东西病得不轻，我能治。不过我有个规矩。什么规矩？第一，定金1万两，少一个铜板不下江。第二，我治病的过程，任何人不得插手。第三，如果我捞上来的不是恶蛟，大人可别赖账啊。好，只要你能平息江怒，让重建工程顺利开工，别说不是恶蛟，就算捞上来一块石头，本府也给你钱。来人，拿银票。大花猫，下去闻闻，到底是哪路神仙在砸官府的饭碗？苏墨白，没有蛟，连个水蛇的鳞片都没有。这江底只有一股子发烂的石灰味儿，还有一股怨气，浓得发苦的怨气。万物皆可成妖，石头也不例外。只不过石头要成妖，需要千百年的日月精华，而它是被人生生用血和执念喂成了一只巧鬼。擅闯兰江者好强的怨气！这巧鬼定然害了不少人命。区区碎石，也敢在老子面前放肆！住手！大人，不能用空心砖啊！不能把石灰混着河泥去浇筑桥墩啊！兰江水急，一旦到了春汛，这种豆腐渣工程绝对扛不住洪峰。桥若塌了，倒灌的江水会把下游百姓全部淹死啊！大人，这是造孽，这是造孽啊！放肆！卢老头，本官念你是江南第一桥匠才用你，你别得脸不要脸！朝廷拨下来的100万两建桥银子，经过层层盘剥，到本官手里还剩20万两就不错了。不用河泥，不用空心砖，你让本官自己掏腰包填窟窿吗？可是人命关天啊！闭嘴！这座桥只要在剪彩那天看着气派，让总督大人满意，就算过了关。至于明年春训塌不塌，关本官屁事。倘若你胆敢外搜配料账册，本官定要治你的重罪，就连你的家眷也会受牵连发配流放。你们用贪婪和烂泥堆砌长桥，我卢某人便只能用自己的身体去填明这吃人的江水。桥魂若在，江水不惊；若桥有灵，绝不渡恶鬼。他没有害人，他在江底忍受着秦谷的阴寒，强撑着这座千疮百孔的桥。他拼命地撑着，直到剪彩那天，直到贪官和那些同流合污的爪牙们走到了桥心。所以他震断了石柱，他毁了这座夺命桥，救了下游数万百姓。这老东西倒是比老子还硬气。走，上岸。有人花钱请我们看病，现在病根找到了，该去给那位知府大人开方子了。知府大人，有名家属带到了。卢氏，你丈夫卢老头勾结江中恶蛟，破坏朝廷大桥，致使多名朝廷命官殉职，罪大恶极。本县以谋反罪论处，判你母子2人斩立决，以为死难官兵在天之灵。大人冤枉啊！我老头子是个实诚人，他怎么可能毁桥啊？他是被逼死的呀！刁妇还敢狡辩！来人，就地正法！大钱律例，未过堂审不合罪证，擅杀平民者，等同谋杀。刘大人，你这官威耍得有点大了。你们没死在江里！来人，他们是恶蛟的同党，给我放箭！放箭！啊！放箭！来，往老子身上射！刘大人，恶蛟没捞着，但苏某在江底捞到了你跟上一任督造官贪污修桥库银、倒卖空心砖的全部账单。你胡说八道，这是伪造的！
你敢污蔑朝廷命官！污蔑？你这双瞎眼，好好看看江里有什么！小鬼，这江里没有恶蛟，只有一条凝折不屈的人间脊梁。他宁愿粉身碎骨，化为妖祟，也不愿用你们这群蛆虫造的桥去祸害百姓。他没谋反，你爹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来人啊！反了，他们要造反，快去调集驻军！不用调军了。知府大人，3万两悬赏我不要了，但这本账我会亲自送到京城大理寺。如果大理寺不收，那我苏某人就只能亲手用针缝上你们整个江南官场的嘴了。盐铁、阿棉，带上这对母子，我们走。第2课了，在这无尽的轮回中，我们都是被欲望操控的傀儡。又是这样，这已经极乐坊这个月出现的第13股干尸了，丝发如出一辙，皆是散尽家财后面带微笑猝死街头。此地必定藏着吸食人精气的绝世大魔。哼，大魔！这3个废物身上连半点反抗的灵力biến动都没有，分明是自愿把精气神送给别人的。蠢死的人类，老子连吃他们的胃口都没有。极乐坊房主悬赏10万上品灵石，查明干尸真相，捉拿暗中作祟的妖邪。阿冕，除魔卫道是你们名门正派的，但赚钱可是阴阳医馆的宗旨。走，进去会会这让人欲仙欲死的大魔。运气，你用你的剑心好好看看。那些刚才站在他身边输光了筹码的赌客，他在吸活人的寿元。准确的说，是他身上的东西在吸。走吧，去看看我们这位逢赌必赢的齐大爷到底在养什么怪物。婉儿，我回来了，我赢到钱了，我买到仙药了，你的病有救了。夫君，你回来了。你不要再去赌了，婉儿的病治不好的，不要再为了我。胡说！有了这个仙药，你不仅能活，眼睛也能治好。苏墨白，他吸人寿元固然有罪，但他只是为了救他重病的妻子。此等用情至深之人，或许罪不至死。哼，用情至深。啊！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妻子早就死了，死了3年了。你们是什么人？滚出去！不许伤害我的婉儿！你的婉儿？齐三，3年前你为了翻本偷走了你妻子用来续命的救命钱，等你输光一切回到家时，她已经在病痛中咳血而死。你胡说！你胡说！婉儿没死，婉儿就在这里。我赢了钱，我买到了仙大堂，赶紧滚！你们给我滚！梦里什么都有，是不是？你手中的那枚铜钱叫肾钱。他以死者的怨气和生者的懊悔为食，你因为无法面对害死妻子的内疚，唤醒了他。他给了你逢赌必赢的运气，他为你编织了一个只要赢钱就能救活妻子的幻境，代价是他要吸干赌场里那些绝望之人的寿元，最后再把你彻底吸干。不，我没有害死他，我能救他。聒噪！用这种廉价的幻梦也想迷惑阴阳医馆大夫？不要碰他！求求你把婉儿还给我！我只是想翻本。哎呀！不，娘子，是我害死了你，婉儿，是我该死啊！苏墨白，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他只是一个走不出来的可怜人。可怜，沉溺于幻梦，让这妖钱吸干无辜之人的寿元，去维持一具枯骨的体面，这叫可怜。阿棉，你要记住，大夫治病必须剜肉剔骨，不把他打醒，他的灵魂生生世世都要给这妖钱当养料。清醒的痛苦，总好过像条蛆虫一样在梦里腐烂。齐老三，你这杂碎在我们长生阁赢了上百万灵石，弄死弄残了我们那么多贵客。今天不仅你要死，你的秘密我们极乐头也要了。还有你们3个不知死活的散修，敢管极乐坊的闲事，今天一起剁了喂狗！大花猫，有人说要把你剁了喂狗。剁了老子！老子好久没施展拳脚了，今天你们这群杂碎，谁也别想跑！
浩然正气，除魔卫道。今日我楚绵便替天行道。哼，不堪一击。拿着。是。极乐房的追兵被我们清了，这笔钱干干净净买你这条烂命够了。把你妻子的遗骨葬个风水宝地，剩下的钱去开个铺子也好，去救济穷人也罢。你要是再敢去赌，就捏碎你的天灵盖，听懂了吗？多谢神医打碎我的梦，七三，懂了。苏墨白，你说他以后真的不会再赌了吗？谁知道呢？大夫只负责拔出病根，至于病人以后是死是活，那是他自己选的路。走吧，极乐国的悬赏金还没结呢，10万上品灵石，1分都不能少。要是他们敢赖账，大黄猫就可以加餐了。正合我意。苏墨白，我们来这种销金炉做什么？你不会又想接什么达官贵人的脏活吧？阿棉，把你的穷酸气收一收。今天咱们可是接了礼部尚书之子的委托，这可是笔稳赚不赔的大买卖。礼部尚书官很大吗？肉好吃吗？好吃，但骨头有点硬。走，去看看那位自称被妖邪替考的尚书公子。用意，全是一群骗子。本公子乃是京城4大才子之首，这次秋闱模拟大考，竟然连续3次被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寒门贱主压在头上。那穷酸小子连买纸墨的钱都没有，怎么可能写出那种精彩绝艺的文章？他手里那支破笔绝对是妖邪作祟。你们就是那什么阴阳医馆的人，你们真能看破妖邪？周公子，医馆看病先问诊金，你那10万两白银的定金我收了。说说吧，你想让我怎么治那个寒门书生？那个寒门剑种叫许安，住在城南破庙。他手里有一支散发着诡异气息的破狼毫笔，每次考试，他只要握着那支笔，下笔如飞，绝非凡人之力。我要你们当众揭穿那支妖笔的真面目，把它毁掉，让他身败名裂，滚出科举考场！荒唐！科举取士凭的是真才实学，你技不如人便诬陷他人使用妖物作弊，我楚绵绝不做这等构陷忠良的无耻勾当！放肆！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我亲眼看到那支笔在深夜里发光，绝对是妖邪！是不是妖邪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既然收了钱，苏某自然会去会会那支笔。如果是妖，我当场挫骨扬灰；如果不是，那这10万两就当是给你治红眼病了。竟然真的有妖气！难道那个周玉玲没撒谎？这个寒门书生真的是靠妖笔作弊？阿绵，你自诩正道，你用你的剑心仔细感受一下，那是妖气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安儿，天下大寒，先生只有这支笔留给你了。无论世道多黑，切莫断了读书人的脊梁。这支笔从未帮他写过一个字，许安的文章字字句句皆是他自己10年寒窗苦读所得。那这破笔成妖干嘛？就为了在旁边看着他挨冻？当然是为了保护这个世上最后的一颗读书种子。先生的笔，不要伤害先生的笔！一支破妖笔还想挡我们？小子，要怪就怪你惹了不该惹的人，废了你的右手，这是主子的命令。我看谁敢动他一根指头！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再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我楚绵的剑定不会手下留情。多谢恩公救命之恩，可是先生留给我的笔断了。你知道这支笔为什么会产生灵智吗？因为你的恩师一生清贫，未能施展抱负，便带着遗憾离世。他临死前将这支笔交给你，上面沾满了他一生的浩然正气和对你的期望。久而生灵，他便成了妖。寒冬腊月，你买不起木炭，手指生满冻疮，几乎废掉。是这支笔散发着微弱的妖气，整夜的温暖你的双手。刚才杀手来袭，也是这支笔，用他仅存的灵智拼死挡下毒箭。他不是在帮你作弊，他是在用命护着你这身不屈的好骨。哭什么？没出息的东西！我苏墨白既然收了那群纨绔的10万两诊金，今天这妖我就非治不可了。
血骨升级高，天山血蚕丝。平时这可是我用来给重伤修士接续经脉的保命神药。那群京城纨绔出了10万两白银让我来治你，我若不用点好药，岂不是砸了我阴阳医馆的招牌？断了的东西，未必不能重圆。比我修好王后，它只是一支普通的毛笔。先生大恩，许安结草衔波，没齿难忘。学生学科举，考的是胸中点墨，本就不需药物庇护。若欲道府加身，学生这副血肉之躯自己去挡。好小子，有点骨气。哼，少说漂亮话。明天就是秋鱼大考之日，带上你先生的笔去考场，我倒要看看，谁敢折断大千王朝的读书种子。那个姓许的怎么还没来？该不会是昨晚被夺了那支笔，吓得不敢露面了吧？周公子放心，您可是花重金请了高人出手，没有了那支笔，那许安连字都认不全，哪敢来啊？许安！许安竟然还有脸来考场！来人，拦住他，搜他的身，把他的毛笔搜出来，当众销毁。周玉良，你血口喷人！我许某人读书10年，全凭日夜苦读，何曾作弊过？还敢狡辩，给我打！把他的手打断，看他拿什么写字，我看谁敢动！苏神医，您来的正好，您快告诉大家，这个许安手里是不是有一支妖笔？您是不是已经把妖结拔除了？周公子，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那10万两白银的定金，苏某收得很高兴。昨夜，苏某确实去验过这小子手里的笔，我苏某人验过了，这不是妖邪，这上面沾满了他恩师一生的品品与器材，这是天下最干净的浩然正气。带上你先生的笔，去考取状元员回来，用你的文章狠狠地扇这群废物的脸，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脊梁。学生许安，定不负先生教诲，不负恩公厚望。你收了我的钱，竟然帮他！你这背信抛弃的庸医！庸医，你那10万两，我已经用来买天山血丝修补那支笔，这笔钱是你周公子出资，用来资助寒门学子的。周公子真是大善人啊！你大人，浩然正气。苏墨白，你这黑心大夫偶尔也是会说句人话的。走吧，京城的铜臭味太重，我们换个地方赚钱。苏神医，您可算来了！你一定要救救我儿啊！我出10万两黄金，不，20万两，只要您能收了祖祠里的那只妖。钱老爷，府上究竟发生了何事？光天化日之下，怎会有恶妖作祟？几位高人有所不知，就在3天前，我那最成器、最受宠的嫡长子钱金，夜里喝醉了酒，去祖祠附近小车，谁知突然从黑暗里窜出一只怪物，一口就咬伤了金儿的双腿。若不是家丁赶到的早，金儿的命都没了。这几天，那怪物夜夜在祖祠附近咆哮，我们请了10几波和尚道士，全被打成了重伤。那绝对是索命的厉鬼啊！厉鬼？老子连一丝鬼气都没闻到，倒是有股子带着石头腥味的怪味。老胖子，你家是不是得罪什么大妖了？这股煞气极强，却没有半分阴冷恶毒，反而带着一种极其狂暴的保护欲。不要打狗儿，狗儿不饿了。狗儿今天没有偷吃哥哥的肉包子，求求大少爷不要打狗儿。钱老爷，这孩子是谁？为何会被虐待至此，关在这等地方？这不过是府里的一个不重要的人罢了，是我早年在外头风流和一个女人生下的私生子。他天生眼瞎，克死生母，是个十足的扫把星。我好心赏他一口饭吃，把他养在府里，关在柴房，也是怕他出来冲撞了贵人。这等人的死活与高人们捉鬼无关呐！闭嘴！钱老爷，你不是想知道是谁打断了你那宝贝儿子的双腿吗？不是恶鬼，也不是仇家，
是你们钱家百年祖祠门前这尊看了你们百年虚伪的镇宅石狮子，他成妖了。什么？好一头石头狮子！知道他为什么发狂吗？因为你们这群畜生，连一块石头都不如。妖，那石狮子是妖！阿眠，大红猫，自己看吧。狮子大哥，你站在这里一定很冷吧？狗儿不饿，狗儿给你吃。他们都说狗儿是灾星，没人愿意跟狗儿说话，只有你不会嫌弃我。你这个瞎眼扫把星，都是你克了本少爷的运气。少爷别打，狗儿疼，狗儿不敢了。今晚本少爷就打死你这个晦气东西！钱家。原来是你这个下等人养的妖怪！你敢让这石头怪咬断金儿的腿？来人，放火，把这间柴房给我烧了！把这个下等人和这尊破石头全部给我烧成灰！找死！烧！老子先把你这猪园给烧了！砸得好，你本该在100年后化作山神，却为了一个凡人的一口馊馒头毁了100年道行，值得吗？既然收了出诊费，就不能看着你护着的人继续下去。大黄帽、阿眠，清场！任何人敢靠近10步之内，杀！借你100年灵灵，换他一生光明。你的债，他还；他的路，你陪他看。破！灵明食言，便送你了。第5颗了。你这个庸医强盗！你毁了我的祖祠，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我要去官府告你！不用理他。钱老爷，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我苏某人出诊，诊金从来不是由你来定，孩子10几年来受的罪，你们整个钱家的家产加起来都不够赔。这把钥匙就当是预付的医药费了。至于围捕，阿眠通知城外的流民和乞丐，钱大士人今天开仓放粮，散尽家财，谁抢到就是谁的。你敢抢劫？我能看见了，狮子大哥，狮子大哥你在哪儿？他在你的眼睛里。从今天起，你不是什么私生子，也不叫什么狗儿。往后这世上所有的黑暗，你替他看清。如果不知道去哪儿，拿着这个去蜀山剑派，告诉他们，你叫石开。苏墨白，你这和明抢有什么区别？抢坏人的钱，那叫劫富济贫。再说了，要不是为了给你们2个买肉买酒，我至于这么辛苦吗？呸！不能吃。不过今天砸那个破房子，老子心里痛快。还差1个，这浑浊的世界，该救的病还多着呢。给我砸！老子今天就算是把这块地掘地3尺，也要把林双抓出来成亲。敢用妖法伤了老子的一只眼，老子要让他生不如死！妖怪又出现了！废物，全是一群废物！好强的妖气，这次真的是大妖作祟。管他什么妖，敢挡路，老子照样收拾他！苏神医，您可算来了！您看看，就是这个邪祟，
这林家的小姑女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妖法，丝如雪妖。我本好心纳她为妾，给她一口饭吃，她竟然放妖物伤我眼睛，杀我兄弟，请神医速速降妖，本大爷重重有赏。赵老爷，你那5万两白银的降妖费带够了吗？带够了，只要神医破了这白网，把他给我抓出来，钱全是您的。苏墨白，小心，这白网上的怨气极重，不可硬闯。阿眠，你不是一直想看清什么是真正的妖吗？娘，冬儿好冷，胸口好痛。冬儿乖，冬儿不怕，娘马上就绣完这幅百鸟朝凤了。等明天交了货，娘就去镇上给你买回春堂的药，吃了药，冬儿就不疼了。娘，您歇会儿吧，您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双儿，娘不累，娘要是停下，冬儿的药就断了，娘就是死也要把你们姐弟俩拉扯大。娘，活下去，我的孩子一定要活下去。小美人儿，跟本大爷回去享福吧！死也不去，我要照顾我弟弟。敬酒不吃吃罚酒，把这病痨弟弟给我扔出去，把这小丫头给我绑走！私壤血妖，赵老爷，你说的那个血妖，就是一位母亲为了保护自己孩子流干的最后一口血吗？苏神医，你管他是什么东西变的，他伤了人，他就是妖。你既然收了我的定金，就赶紧给我把这破网拆了，我要林霜今晚就进我府内。如果我拆不开呢？你打算怎么做？那老子就不等了，既然得不到，那就全给老子毁了！来人，放火，把这破茅屋连同里面的姐弟俩一起给老子烧成灰！住手！我师尊教我剑出无悔，除魔卫道。我一直以为妖就是恶，人就是善，但今天除魔人算是看明白了，这世上的妖有时候比人更干净，而你们这群披着人皮的畜生比妖更该杀。今天谁敢踏过这道剑痕半步，我楚眠的剑定斩不饶！反了，反了！你们是阴阳医馆的人，收了我的钱，竟然敢护着妖孽，给我上！我们一起收拾！阿年，退后点，别让血溅到衣服上。大花猫，放火这种事还是你比较专业，去教教他们什么叫玩火自焚。老子最讨厌别人在老子面前玩火！我知道你能听懂我说话，你虽然护住了他们，但你没有实体。你的力量来源于你主人生前的心头血，这股力量用一分少一分，你撑不了多久。而且屋里那个男孩的病症已经到了晚期，就算外面的恶人进不去，他也活不过今晚。我是一名大夫，我能治好那个孩子，但前提是我要用你针尖上凝聚的那最后一滴慈母心血作为药引。你若愿意，就收起这网。别怕，我是大夫。该病症乃是阴寒侵体，需以极致的纯阳之物或极致的热血方能化解。这世上还有什么血能比一位母亲为了保护孩子而燃的心头血更滚烫的呢？姐姐，冬儿不冷了，冬儿好像听到娘在唱歌了。多谢神医救命之恩，多谢神医，林霜愿意做牛做马报答你，求神医收下我吧。好好长大，阿娘在天上看着你。想跑？我的眼睛！我的眼睛！苏神医，你收了我的钱的，你背信弃义，你不讲规矩！赵老爷，医馆的规矩我没忘，我确实出手破了那张网，也治好了里面的病。至于你的眼睛，神医治病，绣花针治剑，这很合理。苏墨白，你这算不算黑吃黑？这叫劫富济贫。
拿去，换个地方好好生活。你们的母亲已经把你们下半辈子的药钱提前求清了。大黄猫、阿棉，上车。这破地方血腥味太重，换个地方吃夜宵。终于集齐了。狮子大哥，好好长大，阿娘在天上看着你。北境的切战之铠，兰江的沉骨之桥，极乐坊的不败圣剑，考场外的提考之笔，江南的守节之事，还有那茅屋前的泣血之阵。我以为下山是为了斩尽天下妖魔，还世间朗朗乾坤。可妖在唬人，人在吃人。我的剑究竟该指向谁？这群恶徒，我不会放过你们！大黄猫，控制住你的妖气！你若发狂滥杀无辜，我定不会手下留情。就凭你这把连自己该护谁都不知道的破剑，老子今天就先收了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哼，一个道心破碎，快成了废人；一个压不住本性，快沦为只知杀戮的蛮兽。阴阳医馆的脸都被你们两个丢尽了。苏墨白，我不知道我的剑究竟该指向谁。这世道太脏了，我不知道有些人真的值得救吗？值得救吗？活下去！销魂若在，江水不惊。是我害死了你！切莫断了读书人的脊梁。活下去，我的孩子。知道我为什么唯利是图，满天下的找那些有钱的达官贵人接单吗？我苏某人是个大夫，大夫治病需要药引。这世间最难治的病叫人心，仙门大派治不了，神佛也治不了，能治人心的只有这红尘中最极致的七情六欲。铠甲的守护，炼石时的刚直，圣前的愧恨，残笔的传承，石狮的悲悯，绣花针的牺牲。这6只妖用他们的命留下了这世间最干净、最纯粹的执念，这就是我要找的红尘大药。阿冕，你的剑太轻了，因为你以前只懂斩妖除魔的死规矩，却不懂众生皆苦的重量。吞下它。这颗药里有工匠的脊梁，有老兵的忠骨，有寒门书生的浩然正气。真正的正道不在云端，而在泥淖。当你懂得了为弱者拔剑，你的剑心才算真正的大成。苏墨白，多谢。大花猫，人类确实有很多恶徒，但你别忘了那个把半个馊丸头分给石沙子的盲童，别忘了那个用命护住儿女的母亲。你恨他们，是因为你没见过真正的人。这颗药里有悲悯，有牺牲，有悔恨，吞下它，压住你的兽性。如果你连这点因果都参不透，那你就不配留在阴阳医馆当我的打手。妈的，这药真苦！下次再给老子吃这种酸溜的东西，老子咬你！苏墨白，既然这红尘大药已经炼成了，我们的病也治好了，下一站我们去哪儿？不管去哪儿，老子都要先吃10斤烧牛肉！世人皆有病，没病也得赚他们点钱。下车去京城，专治那些钱多没处花的达官贵人。得嘞！